你们的正前方是海马圣柱，海马圣柱乃是海神岛7圣柱之一。海神大人通过圣柱传播旨意，而你们将在圣柱中得到考验的题目和海神的指点。是封号斗罗的情形。启禀海马大人，有外来的陆地魂师前来接受考验。穿过海中海，来到海马圣柱面前，才有接受考验的资格。我们一起穿过这片海浪。小五，我们出发了。迫不及待。呀，刚刚那是什么？是我的一件宝物。它有一种令我熟悉的、无比强大的气息，和圣柱的气息很相似。各位，你们能来到这里，自然可以接受海神大人的考验。但我要事先告诉你们，考验前的等级评定规则。海神大人的考验是分等级的，等级不同，考验的难度也不同。和魂环的颜色一样，从低到高，分别是白级考核、黄级考核、紫级考核、黑级考核和红色的顶级考核。考核的内容会出现在圣柱内的光幕中，被考核者和考官才能得知。我就是你们的考官。等一下，你们一起上前，单手触摸圣柱，他自然会带你们到虚境之中。三哥，海马斗罗说的对，我感觉到这种蓝光的气息和你的瀚海乾坤罩很相似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
我以海神的名义，最后向你们确认，是否接受海神的考验。等级评定，现在开始。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？海马圣柱的内部？我们是一起接受考验吗？虚境是神在世间留下的一缕神光所幻化，天地的一切都瞒不过神。你们将在虚境中了解最真实的自己，并获得神的点评和考验等级的确定。我先来吧。戴沐白，作为星罗帝国皇子，身陷残酷斗争，却没有被权力迷失双眼，重情重义，有勇有谋。奇怪一体，生死与共，谁也别想带走玄武。朱星，接下来的事我会办妥，我皇兄和你姐姐都不会死。对待爱人，能尊重他心之所向，携手共进。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尊重自己的内心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可我想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都有你。朱星，你赢了听你的，你如果想分开，我不同意。面对生死抉择，也勇于坚持自我。父皇，我不曾后悔自己的决定。如果再让我选一次，我也不会手足相残。白虎，破灭！杀！奋力拼搏，只为心中追求，但前路漫漫，荆棘满路，愿你不改初心。戴沐白，黑级6考。竟比我当初还多2考。前辈，什么是黑级6考啊？您能不能帮我们解释解释？考验越多，难度自然就越大。黑级6考是黑级考核中最难的，需要在黑级难度中通过6次考试。近100年来，黑级考核一共只出现过31次，只有7次通过，而这7个人就是现在海神岛7圣柱的守护者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那岂不是通过黑级6考，就相当于有圣柱守护者一样的权威？考核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黑级考验对于你们陆地魂师的考核时限是每1年必须要完成1种考验，如果完不成这一种，下一项考验就不会出现。如果超时或者逃避，先前印入到你们额头里的海神封印就会炸裂，参考者会直接暴毙而亡。所以黑级考核从来没有失败者，只有通过者和死者。60级的实力想要通过黑级6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你们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否则，如果再次出现黑级考核，你们将会跟他一样，必死无疑。前辈，据我所知，这海神岛上的人必须在18岁的时候接受考核。难道前辈您18岁的时候比现在的沐白还要强？我18岁的时候还不如他，连40级
都没有达到。不过海神大人对于我们海神岛魂师的黑级考核时限是10年完成一件。即便如此，我的黑级4考也是险死还生。当时我的最后一项考核，是在除护岛神兽之外的魔魂大白鲨群中坚持1个时辰。魔魂大白鲨群。果然是九死一生。要不你们再考虑一下？不用考虑了，这太刺激了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接受考验。如果考验太简单，岂不白来一趟？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事，我们都完成了。再创造一次奇迹，也没什么。请海神大人赐予我考验。朱竹清，出身星罗贵族，外表清冷，心如烈阳。你的功过不会白费，我们给你报仇。难道我们变强，就是为了自己苟活，置之辛苦落于死地吗？陛下，还请您放过朱竹云和戴维斯。身处逆境，却不向命运屈服，坚韧果敢。我不会把我自己痛恨的事情施加在别人身上。真正的强大，不是对别人赶尽杀绝，而是自己做到无坚不摧，既能保护自己，也能守护别人。但对于变强，有太多的欲念。为了自保也算欲念吗？你为什么想变强？为了自由。我一生下来就被定为你的未婚妻，难道我这辈子就是你戴沐白的附属吗？那我朱竹清是谁？有谁问过我想要什么？我不想牺牲你来成就我，同样，我也不想牺牲我自己来成就你。或许我这样做很自私，但我也就这一辈子，不想管别人怎么想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变强并不一定能使你真正获得自由，执着于力量也是欲念。朱竹清，黑级5考。又是一个黑级考核。朱竹清，奥斯卡身上那份平常心，正是你应该学习的。这是在夸我？海神大人，我准备好了。奥斯卡，身为没有攻击力的食物系魂师，却没有止步不前。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蓉蓉，但是现在能保护蓉蓉的不是你。不变的强大就没有资格留在蓉蓉身边。我必须要成为能和战魂师抗衡的强者，这样我才能保护好你。为了能拥有保护爱人的能力，敢于勇闯大陆，孤身犯险，最终绝处逢生，突破了自身限制。再见，死亡！蓉蓉，我成功了。面对艰难抉择，心智坚定，不因一己思念而抛弃心中理想。小三要成立唐门，他非常需要你的帮助。七宝琉璃宗也需要你。我选唐门。顺境不堕，逆境不馁，以心致敬，万事可成。奥斯卡，黑级6考。太好了，我和戴老大一样，都是黑级6考。黑级6考就让你这么高兴？当然，海神大人赐予的考验是根据被考核者的综合素质而定。我一个食物系魂师能获得黑级6考，岂不是证明我很有潜力？哎呀，海神大人，以后我就是海神大人的忠实信徒，请海神大人赐予我考验。马红俊，
被强光笼罩的滋味不舒服吧？什么？这里是史莱克，容不得你们在这儿撒野。你嫉恶如仇，直爽率真，遇到不公平之事，及时挺身而出，助弱解困。路过，不要错过，领略一下猥琐3剑客的风采。快回家吧，威尔斯已经死了，再也不会有人奴役你们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的武魂去了邪府，那也是顶级的凤凰武魂了，怎么就比不过戴老大和三哥他们？你羡慕伙伴天资过人，集万千注目于一身，却不知戴官必承重。戴老大，你这皇帝殿下手也太狠了！我果然没有认错人，你的笑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。一丘之貉。你羡慕他人有爱侣相伴，你孤身自苦，却不知爱出者爱返，以真心相待，方得真心回应。你没事吧？马红俊，黑级6考。海神大人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闽之一族白沉香，你和他们很不一样。是，我比他们差很多。海神的考验不是儿戏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我会安然无恙地送你出的。我知道我根本没有资格来到这儿，但是我不想辜负同伴的信任，以及我们一路以来的相助。即使不能与他们比肩，但我依旧想超越我自己。万物通达于心，只有真正接纳自己，不自愧，不自卑，才有资格接受考核。你相信你自己吗？无论是因为运气还是实力，你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代表你有这个资格。如你所愿。白沉香虽心高气傲，但敢于自省，服佑于当下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闽之一族不会抛下同伴。该带走，我去引开他们。小心！愿你有不拔之志，百炼成钢。白沉香，黄级1考。这才是海神岛上的正常水平。原来这就是神对我实力的评价。香香，就算是神，也不能定义你，只有你自己可以。以你的能力来说，就算应对黄级1考，也不比他们轻松。明白，我已经做好准备，随时接受考验。香香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之前大败于你，我就一直想着怎么提升。不过我始终没有办法接受我真正的实力。今天正好，再比1场，我也可以好好看看我的进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跟你比。他的黄级1考的考验就是在半个时辰内，要抵得住你的攻击。请指教，如果你真的为我好，就请你千万不要手下留情。香香，看好了，这是我的第1魂技——凤凰火线。第1魂技，幻影。凤凰流星雨。
时辰已到。小香，香香，你成功了。还有，以后不许说自己不行。谢谢你愿意平等的对待我。平等的对待。胖子，你自己慢慢悟吧，我要继续了，免得越等越紧张。加油！尊敬的海神大人，请赐我黑级6考。黑级6考。小姑娘，虽然你来自于七宝琉璃宗，但是你只是辅助系魂师，不要太贪心了。宁荣荣，于磨练褪去骄纵，在围困时冷静自持，独当一面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置伤员。回天乏术者，所有医药资源优先此处，全力救治，务必保住他们的性命。轻伤者在丙区，他们可以自取药物，相互救治。我们蓉蓉有点继承人的样子。尊重爱人选择，对爱矢志不渝。你决定好的事情，我是不会阻拦你的。你一定要安安全全的回来。我不会永远被别人保护的，我也在和你一起努力。最终摆脱辅助系的局限，开创属于自己的进阶之道。再来！以守为攻，心静克造；以退为进，豁然开朗。原来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宁荣荣，丙级7考。前辈，我的考核压力是不是比黑级还要大？姑娘，能作为您的考官，是我的荣幸。你在岛上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讲，我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。我不明白，您什么意思啊？等你通过全部考核，你就会明白了。我很期待你的表现。海马大人，我和他就差1个考核，怎么差距这么大？和黑级考核不同，上一次顶级考核的出现，是本岛大供奉的考核，所以姑娘，只要你通过了本次的顶级考核，你就是大供奉的继承人，也是未来海神岛的主事者。蓉蓉，我第一次觉得你七宝琉璃宗继承人的身份黯然失色。看来这顶级7考要比黑级6考还要难上许多。那倒不是，虽然顶级7考比黑级6考的难度高上不止1个档次，但是每次顶级考核的出现，都象征着有一个能够完成它，并且继承大供奉之位的强大魂师的出现，所以就算再困难，也一定能够成功的。听到没？以后你就跟我混了。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！我也想要申请顶级7考。海神之光只有1次赐予的机会。前辈，我们继续吧。哎，怎么出来的这么突然？三哥、小五呢？看样子他们要等一等，才能出来了。他们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？回去看看。不可妄动！
我现在需要您帮我们重新进去。进去是海神的旨意，出来也是海神的旨意，他人无权左右。我们不在乎什么海神，我们只知道三哥和小五在里面等着我们去救。这样的状况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。安心在这里等消息吧。前辈得罪了，他们人还在里面，我们一刻也等不得。三哥，小五，小三，难道又是一个顶级考核？小五，顶级一考，你的考验是全程陪着唐三完成全部考核。太好了，我们又可以并肩战斗了。是啊，又可以并肩战斗了。前辈，这红色是顶级考核，那这金色是什么考核？还有小五，他为什么是顶级一考？不用为难他了。从海神岛形成以来，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出现。你所要承受的，并不是顶级9考，而是海神9考。属下未能完成海神大人的指引，请大供奉责罚。不能怪你，我也是同样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。年轻人，我等了100多年，终于等到了你。你是昊天宗的人？嗯。唐晨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曾祖父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连他的曾孙都长这么大了。没想到，我等的人竟然是他的曾孙。晚辈唐三参见前辈。唐三，你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海神岛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接受你的礼数，包括我在内。传我的命令。这8个人
在完成海神大人的考验之前，都是本岛的贵宾，任何人不得冒犯和怠慢。除了不能帮助他们完成考验之外，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。稍后，你亲自把他们安顿在海马城城主府中。是。我相信，你一定能通过海神大人的考验。要是我失败了怎么办？毕竟，这是从未出现过的考验。你不能失败。你的考核关系到海神岛的存亡，一旦失败，所要面临的情况，比你个人的死亡要可怕得多。大供奉亲自前来，看来你的考核比蓉蓉还了不起。你刚才没听到大供奉说什么吗？因为三哥，我们现在可是岛上的贵宾。各位贵宾，随我来吧。好，走。孩子，起来吧。没有天使之神的考验也没关系，爷爷会帮你完成你想做的事情。您说的对，小雪，既然不能获得天使神考，那我便不再将你奉作神明。很好，只有这样的你，才有资格接受我的考核。你的心静下来了吗？妈妈，我的武魂觉醒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出去！妈妈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？妈妈，不要送小雪走，小雪会听话的。我保证今后一定用心练功。别忘了，我当初送你潜入天斗皇室的目的，以后没有我的传召，不许来这儿。我确实是个怪物，因为我的身上流淌着另一个冷血怪物的血。虽然我很厌恶他，陛下的毒已经发至骨髓，时日无多了。但我好像越来越像他。所以唐寅就是唐三。我是真心实意想邀请你加入我的阵营，我会厚葬你，也会永远记住你。你把我当棋子那一刻开始，我只忠于我自己。从今往后，我千仞雪没有母亲。念下。你的内心有很多没被满足的爱和没能实现的恨，你要学习将这些都放下。放下？不，那些恨会让我更强，因为他们不值得爱，也不值得恨。你所拥有的力量，可以带你穿越一切恐惧，他们都将屈服于你创下的奇迹。
你感觉怎么样？天使九考，是九考。无数代长老殿殿主等待的九考终于出现了。就算你选择了小雪又如何？千道流是你的儿子毁了我。我迟早有一天会毁了你们的天使根基。等我走完了最后这一步，我看还有谁能阻止我。没想到历代斗罗殿殿主等待的人竟然是你。爷爷，这代表着什么？如果在你面前出现的光幕是八道，那么你就是下一任武魂殿的殿主。但是出现在你面前的光幕竟然是九道。小雪，从现在开始，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，你要完成来自天使的9个考验。爷爷会一直陪伴着你。等你完成9考以后，整个斗罗大陆将没有你的对手。属于我的，终有一天我要全部拿回来。这海神岛真够大的，岛上竟然还有几个这样的小城。三哥，这吉祥不地道啊！这么重要的信息没告诉我们。可能我那徒弟也没想到，我们能够入住这里吧。各位贵宾，我按照海马斗罗的吩咐，前来带你们去往禁地。去那个地方做什么？那是各位第一项考核的考场，海马斗罗建议各位先去看一看。那这么说，我们的第一项考核都是一样的。穿越，海神之光。这么美的地方是禁地？是。小岛上的山是海神山，供奉海神大人的海神殿就是海神山顶唯一的建筑。这座小岛也是真正的海神岛，又称之为岛中之岛。请看，那儿就是上岛阶梯。那里就是你们需要通过考验的地方，一共是1001级台阶。只有通过海神大人子级以上考核的海神岛守护者，才有资格踏上台阶进到海神殿朝拜，否则就会受到海神之光的阻挡。子级以上，那香香，胖子说的对，就算是神，也不能轻易定义我。我想和大家一起试一试，直到我不能继续为止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试一试。唐三，你为什么要来海神岛？因为身旁有着挚爱之人，因为身后有着相信你的朋友们，因为有很多无辜的人遭到了武魂殿的迫害。
为了对抗武魂殿，我想尽了一切方法变强。我希望有能力可以散去硝烟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居乐业。人与魂兽的自然平衡，世间万物皆有归处。海神之光的考验肯定不简单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那还用说，咱们什么时候走过容易的路？前面是海，我们就渡海；前面是山，我们就翻山。就是，来都来了，那我们出发！等待时机逆转，天落雨地亡，淬炼过的体魄在疯长，有些道理需要全投降。游戏的规则是不退让，青春的战斗千百路障，大步前行，带着滚烫的梦想。传说中的血响，逆风作战，荣耀的徽章，前行的梦，最初的倔强。我的呼唤，跨越悲伤，奔向。